飞机到右边，我搁这儿呢。连继向对面喊话，挥手放飞无人机，严禁拉横幅。网络直播，物质。谁会想去俄罗斯？谁会想去朝鲜 ？No。我们的延吉之旅第2天是去边境游，从延吉市区出发，2个多小时就到了珲春圈河口岸。这里离朝鲜的罗津市只有51公里。咱们多少钱，宝宝？你给我听一下。咱是买票是吗？往哪坐？哎，往哪坐比较好？大家好啊，这条河就是图们河，然后呢，那边的话，来我们随着镜头过去呢，这是朝鲜，大家看到吗？对面就是朝鲜了。好，隔着图们江，这边是中国，对面就是朝鲜。我有几年特别希望能够去朝鲜旅游，只是想近距离的看一看那个奇怪的国家。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最终没有成行。在圈河口岸有2座桥，一座是供行人通行的，疫情之后也没有什么行人通行了，而另一座新的更高大的桥是供货车通行的。在我们参观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车辆通行。与中国一侧来来往往的游客不同，在朝鲜一侧，你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类的活动。向对面喊话，挥手放飞无人机，严禁拉横幅。网络直播、物质敏感画面等违法违规行为。今天跟陆克一起啊，来到了这个中国跟朝鲜交界的地方，边界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是人走的桥，然后前面呢还有个大桥是走货物的哈，走车的。但是今天也没有看到车。那么你可以看到朝鲜那边其实还是防范的很紧哈，很多人都来不了中国。其实他们都非常希望能够来到中国，来不了。是的。对，这就是走那个货车的桥，这个就是过完这个门儿，这个就是朝鲜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根本就桥的中间放了一个大的铁门。我们在朝鲜的这个附近搞同性恋啊！这个太吓人了啊！我们来到了珲春的房川风景区，这里是中国和俄罗斯以及朝鲜3国交界的地方。来，咱们这个铁丝网过去就是朝鲜了。大家看朝鲜的这个铁丝网，这弄得特别高哈，肯定是没有通电，我猜测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写了一个字哈，然后非法越界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。OK， 我们现在是在房川的风景区，左边是朝鲜的那个山脉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那边大山都属于朝鲜。还有很高的铁丝网，对，只有中间这条路是给中国人走，右边是俄罗斯。我们去看俄罗斯的那个地方，我们镜头一起去看一下。禁止入内，我们就要去，非去。2层铁丝网，估计这个是中国的铁丝网，那个是俄罗斯的铁丝网。对。谁想往哪里去呀？这有什么好去的？这个俄罗斯谁会去？你说谁会想去俄罗斯？谁会想去朝鲜 ？No。上去以后呢，请把你的手机定位打开。如果说你用的是外国电话，比如说苹果、3星，那你发出去的朋友圈，你的位置就在俄罗斯。那俄罗斯时间呢，它比咱们北京时间快2个小时啊。你看一下你定位到哪儿啊？别到时候咱们规定的。游客可以登上龙虎阁，在11楼向前方看去，左手边就是俄罗斯的远东小镇。听说只有800多位居民，而右手边就是朝鲜。哦，中国其实位置很小呀。呢邊嘅景區就呢個係中國，嗰個係朝鮮。
桥到桥那里。当我们把手机镜头放大的时候，能够看到朝鲜那边竖起的口号，还能够看到对面的行人在田间行走。朝鲜就是标语多，领袖的头像多，而在俄罗斯那边就看不到有太多的标语了。你可以想象，有这两个国家像哼哈尔江一样卡着入海口，那么这边的经济就很难搞起来。尽管离日本海只有直线不到10公里的距离，但是东北这边的经济却被卡得死死的。在旅游的时候，尽管所有的导游都少不了爱国主义宣传，但是在讲到俄罗斯的时候，我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导游对这个国家的不喜欢。咱们还挨着哪个国家近呢？俄罗斯、迪拉夫斯托克、海参崴。那时候是咱们东北大片的土地被侵占了，被谁给侵占了？被沙俄。俄罗斯。为什么你来到我们这儿？你是来到了边陲城市啊，祖国的东大门。你的左手边隔着铁丝网，咱们左手边隔着铁丝网，那边是俄罗斯，是俄罗斯的领土吗？不是，那是咱们中国的国土啊，是被侵占了，至今都没有要回来啊！从1858年开始，短短23年期间，咱们中国的国土被沙俄侵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。清朝的时候，咱们中国的地图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呀？是一个青海滩。现在咱们的地图是一个什么样的呀？畸形，被众多侵略者啃成了一个畸形。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跟咱们各位团友讲到俄罗斯的地名，迪拉夫斯托克啊，它翻译成中文对咱们中国是有侮辱性的，什么意思呀？叫侵略东方。其实俄罗斯的很多地名翻译成中文对咱们中国有很大的侮辱性。那其实咱们跟沙俄现在一样，也是有很多国土争议。咱们跟朝鲜以图们江为界，咱们叫图们江，朝鲜管它叫豆满江。你今天会看到俄朝有个铁路大桥，也俄朝铁路大桥啊，俄罗斯这边那个叫哈商火车站，那看不着啊，其实离得也非常近。那朝鲜那边叫豆满江火车站啊，其实都离得非常近啊。那咱们离日本海直线距离9.8公里。咱们为什么没有出海权呢？啊，因为这个桥的高度它建的，它正好阻碍了我们的出海权。咱们的大船过不去，小船过去以后，一个浪就钻到海里边了，没有用。咱们也在跟他们两个国家商量，说咱们把这个桥，你今天看着的这个桥，咱们给它拆它，给它炸它，那没毛病啊。所以咱们给它拆它，由咱们中国来拿钱，咱们建一个又高的又大的，他们两个国家都不用商量，很默契的，他都不会同意。其实咱们跟俄罗斯友好，跟朝鲜友好，友好是友好，但是这种友好别涉及到国家利益哦。其实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对俄罗斯和朝鲜并没有太多的好感，而在东北，因为俄罗斯历史上对中国远东地区的侵占，尽管官方不再刻意的宣传，但稍微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很难真正的喜欢俄罗斯这个国家。据导游介绍说，朝鲜和俄罗斯之间的这座小铁桥将会被拆除，过几年以后可能会修更高的桥，以便中国的船只可以出海。但是能不能真正的实现还有待观察，因为对于俄罗斯和朝鲜这种善变的国家来说，很多东西都是不能确定的。午餐之后，我们来到了图们江的广场也是图们江的口岸。图们江口岸是国家批准的允许第三国客货通行中国与朝鲜的第3大陆路口岸。这是咱们的界限，在这两个公路大桥后边还有铁路大桥，那个铁路大桥那个国门，一会儿我带你们过去打卡去啊。然后看这个房子，这个楼房黄底这个楼房，就是刚刚在车上跟你们说的16年，那你看咱们多近啊！这发大水把他们平房淹了以后，然后向咱们求援，这是12栋楼房，你给我建了。有窗户吗？没有吧？没有玻璃啊，没有玻璃啊，没安呢啊。然后看他们那冒烟头，还是以前那种烧火的小土楼，是吧啊？然后看这两个绿色的，一个是那个海关，一个是办公大楼，看到了吧啊？这个白色的这个看没看到？白色的那个是火车站，上面挂着2人的照片，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啊。其实坐上船就可以更近距离的看朝鲜，不过听说树丛里经常藏着朝鲜的暗哨，估计是怕朝鲜那边有人跑到中国来我本来有兴趣想要坐船浏览，
但是听说不能带相机，也不能带手机，不能拍照，我又果断的放弃了。那这一块的视野呢很开阔，可以看到对面的朝鲜国道。咱们看一下朝鲜的国道啊，沿着山而建。你看有人看到没有？遛狗的耶？怎么可能？你自己看，这前面不是狗吗？他们还养狗呀？应该是狗。还不是推车吧？应该不是推车吧？图们江口岸这里商家呢更为亲民，为了适应游客的需求，你只需要买3块钱的雪糕，就能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的朝鲜。望远镜呢？俄罗斯雪糕、韩国雪糕。本店有现磨咖啡、冷饮、奶茶、豆浆、陆克说我对朝鲜有偏见，是的，我一直都有，我从不否认。我对于那些牺牲老百姓的幸福，在这个时代让老百姓饿肚子、搞闭关锁国，其实除了偶尔讲讲狠话，可以说离世界文明已经越来越远。来，给我们唱一个《阿里郎》。等一下，来。从边境回到延吉市区已经接近6点了，我和陆克来到北大夜市。美食永远是旅行当中最吸引我们的部分。沿途是本地的居民在路边摆摊售卖，很多延吉人去韩国打工，收入颇丰，也推高了延吉的物价。但是我看到路边的这些小摊儿所售卖的东西价格最为亲民。啥呀？最牛逼的！来面筋豆皮了，最牛逼的面筋大油边，我搁这儿呢。来，特色大腰子，老好吃老香了啊！来，嘎香的面筋豆皮。走进夜市，我们被眼前的这位小胖哥的叫卖声吸引了，品尝了他说的最牛逼的大面筋。这一路吃下来，我的减肥计划又要泡汤了。不管了，先接着吃吧。不吃不饿那个？没有没有，我是把它拍下来。谢谢。好，再见。你还不搁添加剂那个和这个没有添加剂的是啥味道？是有没有区别？你一口就吃出来了。那咽下去再吃，要不把我搞差了，别把我的胃搞差了，砸了我的牌子。